不知多少人被这副柔弱的外表所迷惑，固有印象不可取呀！啊！水神若想见我，何苦？到这份上了，还想用美色蒙混过关？不愧是洪荒老戏骨，星君好身手啊！哼，水神不也很快识破了我的化身？如今见到本体，为何又不敢看了？还请星君先收拾妥当。我来也只是想与星君开诚布公谈一谈，毕竟你我应该都不愿彼此之间有太多的纠葛，不是吗？水神果然料事如神，那么谈之前，水神可否先答应我，无论刚才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都不能泄露出去？自然，我擅闯星君闺阁，在此赔个礼。水神请。星君要不先让上面的化身退开，否则就造成禁波事故了。嗯。水神为何能同时与我说话？莫非体内有2个元神？不，因为我有800个心眼儿。我去为水神拿些仙酿，再做几样吃食，免得这般相谈太过枯燥。唉，没热闹看了，散了散了。水神来见我，除了让我配合你辟邪，应该还有别的事吧？哦，星君何以会有此文？陛下几番催促，水神总能以各种事由推辞，而今一反常态。表面借着责罚小兔的缘由，达成与我不和的传言，但并未拒绝我的邀约。所以，我想，水神应约而来，定然是另有所图吧。否则以你的智谋，又岂会找不到推脱之法？好聪慧的女子。不过就算这样，也不代表你能占据主导权。我确实想请星君见一位故人，至于见完后愿不愿意帮，看星君自己。故人是谁？囚笼内藏有先天剑气，如今虽被太极图所封，但还是不要靠近为好。他为何不认得我呢？这是大义前辈的精魄，他被妖族拘役在宝物中数万年，而今已然神志不清。妖族果然还是那么喜欢以欺压生灵为乐。星君可有法子唤醒大义前辈？否则，他还要在这宝物中承受煎熬。一生前最喜欢看巫族导柱之物，我来试试吧。倒是未曾想过，此次竟有幸得见恒娥之物。
子跳大神。好像没什么作用。还真是越努力越心酸。方才的事，水神可不要说出去啊！星君放心，我对天道起誓，今日之事打死也不说。总归不是我的问题。巫族之舞大多粗犷豪迈，若请巫族女子来跳，我还真起作用了。世界的尽头果然是玄学。是你吗，铁锤？是你吗，铁锤？铁锤又是哪位？总感觉事情好像有点复杂。星君你还好吧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水神听到的那些不过是后人的说辞罢了。我与羿虽非传闻那般，但亦是挚友。铁锤是上过巫族女将，也是羿心爱之人。他们相识于巫族祭典，因导助之舞结缘相恋。可不久后，铁锤就战死在了巫妖大战中。后来，随着妖庭势力逐渐扩大，人巫两族只能联手伐妖。可双方始终无法齐心，都害怕遭到对方的突袭。为稳定军心，父皇与祖屋商定，让我与当时威望最高的大巫结为夫妻。你看，真相并没有传闻中那么美好。不是铁锤，你是巫人。世上已无我巫族血脉了吗？巫族本源之力。大义前辈不必担心，妖庭已经覆没，后土前辈一脉留存于世，北距泸州的巫族也在繁衍生息。如今巫族虽不复当年盛景，但血脉并未断绝。他说的是真的，羿，我是阿恒，你看看我，我是阿恒。阿恒，阿恒，真的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可知我们这一面，隔了数万年？我走后，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你如今可寻到了那个人？我一切都好，余生那么长，那个人我总会寻到的。那就好。我这一生
为吾族征战无数，本该战死沙场，却不想死后为妖族驱使，浑浑噩噩数万年，不知有无沾染同族之血。而今噩梦已醒，我也该走了。铁锤一定等了我很久。后生，我留了一件礼物与你，也算是报了你的解救之恩。洪荒今日之太平，亦有前辈之功，晚辈理当如此。前辈一路走好。此番多谢星君相助。多亏水神设法才能唤醒羿，如今看来，也只有你能帮我找到那个人了。唉，可惜始终未能见到恨娥仙子真容。妖挺覆没后，人吾两族互相倾轧，那时大义早已战死。身为大巫妻子的恨娥，处境十分尴尬，甚至可能遭到两族刁难。或许，这便是他历世不入广寒宫的原因。请宝贝转身。看来大义为报恩，将巫族本源之力留下，帮助水神操控斩仙飞刀。如今多了一件能斩杀大罗的宝物，不是件喜事吗？水神为何叹气？我与大义前辈因果两清，却注定要欠恨娥一个因果了。不知星君所求为何？我希望水神帮我找一个人，但这个人是谁，我也不知。为何不知？我心里像被拿走了一块拼图，我不知为何而失，也不知失去了什么。这感觉像是被天道修正了，但为何要修正恨娥？我只记得那个人曾对我说：“如果你不想被锁在清冷的宫内，孤影一人度过无数岁月，那就去抗争，去打破自己的宿命，去做一个逍遥世间、无忧无虑的仙人。”然后呢？不见了，什么都不见了。父皇说我沉睡了万年，但我明明能感受到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师父。能预料恨娥命数且被天道修正的，只有一个人。太清，难道是让我去太清观拜见？为何偏偏在得知浪前辈消息后，我与恨娥的见面是事发偶然，还是天道又在冥冥中操控着我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师兄这么认真打扮。太清圣人召我去太清观，我自不能失了礼数。太清观，那可是太清圣人的道场，听说除了玄都大法师，还没人去过呢。此去太清观机会难得，我还可借机向太清圣人打探，广寒宫见恨娥一事背后，除了玉帝，
还有没有别的推手？师父，弟子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您放心，我已叮嘱白先生照看小琼峰。师兄，早点回来！老爷子的太清观在天外虚空，你只管往云里头干就完了。快抵达天外虚空尽头了。传说天地初开，清气上升，化作天幕，护住洪荒天地。而天幕之外，便是妖魔盘踞的混沌海。人在那里能生存吗？呀，你小子见着太清观这么高兴吗？晚辈以前总想不出太清观会是何等模样，而今一见，仿佛就该是这般。一会儿别太抹不开面啊，也别太嘚瑟。老爷子不喜欢事儿多，表达到位就行。进。那应该是大法师的位置。弟子李长寿，拜见太清老师。起来吧。我喊老师太清圣人应下，这便算正式拜师收徒了。不过当面还要传声，可真是我人教传统。坐。怎么不说话？老师想考教我的耐性？动了！老师终于动了！不愧是最强圣人，随手就能划破乾坤。此物道运无穷，看来老师考教结束，又传我道法了。原来不说话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吗？云霄，合你心意否？云霄仙子道行高深，深明大义，弟子每每与她交谈，都有茅塞顿开之感。文静若能毁了金莲，可入我人教；你若能从西方手中算得孔雀，也可令其入我人教。看来老师已摸清大节，不过想收服孔宣，老师，孔宣之事还需玄都师兄帮助。但师兄对这些事不太感兴趣，弟子担心。放手施为，弟子定为人教繁荣，做出力所能及之贡献。老师，这是话题用完，要进入下一轮话语储备了。紫霄宫商议封神，到时随我同去。弟子遵命。只是弟子得到了一些消息，弟子不知
这是否是道祖的警告？不错，是老师在警告你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老师是想告诉我，道祖以浪前辈向我警示，若我过多干涉大劫，那么被天道抹杀，就是我的下场。这并非坏事，但看老师的态度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想对大劫做出改动。天庭崛起，你居首功，均衡大道，何该善用？弟子不会一味与天道相抗，弟子只是觉得，天道意志与生灵之间须有均衡，想以自身之道，尽力为道门和人族做该做之事。弟子还有疑问：西方教屡次使办离间道门三教，阻碍天庭大兴。弟子不知，对西方的算计可做到哪般地步？啊，终于回来了。师兄，听太清圣人教导这么久，定是收获非凡吧？圣人门前三叩首，传我太清无为道。三叩首，师兄，你被太清圣人收为正式弟子了？有了圣人这重根脚，以后行事也能多些保障。老师还收了你做记名弟子，赐下阳之玉镜瓶。以后遇到强敌，拿瓶子对着他，他敢说话，就会被抓入此间。李长寿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李长寿在此。兰陵娥，别忘了去老师画像前行礼。白先生看，太清圣人，不，太清老师赐我的呀。酸，不知为何就挺酸的。白先生，这3年，洪荒可有异动？异动倒是没有，就是……好的，一首浪里白龙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酒赤爬火中烧，甲半火阵前消，天河边领风骚，我把这白龙挠。老一，看吧。仙斗试验田还在进一步开发，请大家持续关注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，这个女人叫小美。如今天庭静波之风盛行，水神的计划到了实施的最佳时机。就依长庚爱卿所言，启动超级天兵计划，为天庭树立一面正义的旗帜，扩大天庭在洪荒的影响力。计划的关键是先找到一个天兵代言人，而这个人选。一定要走下去。有情师妹，这一去，你会成为天庭对外的旗帜，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质疑。你要用手中之剑告诉世人，若不维护天地正义，便是对恶的纵容。你可准备好了？白先生有劳了。水神大人要找的那位斩杀妖邪、为民除害的女仙，已送到此处。
小琼峰李长寿，有客来访。哈哈，天庭水神拜师太清师伯的消息已传遍洪荒。长庚老弟，快唤我们一声师兄师姐听听。还是先说说见洪荒第一美人这事儿吧。敢隐瞒半个字，就把你咔嚓了。广寒宫之行，主要是为解决大义精魄一事。两位仙子明鉴。真言宝珠没变色，看来说的是实话。这次就先放过你，再有下次。父皇，龙姬知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姑姑趁您历劫之时私自下凡，龙姬不该瞒着父皇。还有呢？父皇数日不见姑姑，龙姬不该骗您说姑姑生病了。父皇，龙姬真的知错了。云华胡闹也就算了，你也跟着添乱，回去思过。父皇，云华，玉帝的妹妹，趁玉帝历劫时偷溜下凡，与凡人成婚，生下3个孩子。说来那个凡人叫什么？杨天佑。哦，花儿，我来。天冷了，别冻着。杨天佑，熟悉的名字。那时候班上是还有其他几个同学。这个老师，还是这个？接着。对了，就是他。为了躲避天庭追捕，云华与杨天佑找了一处山林隐居，并布下隔绝阵法。他自以为做得隐秘，但一切早已为玉帝知晓。你有想过我们的以后吗？我没有半分修仙天分，只多能活100年。相较于仙人漫长的寿数来说，便如同白驹过隙。想到有一日我终要离去，想到你会为我伤心难过，我就心如刀绞。杨天佑，我告诉你，你活1天，我就陪你1天；你活100年，我就陪你100年。总之，你活多久，我云华就陪你多久。生了，生了！恭喜2位又添一子。二郎不哭，以后大哥保护你。在蓝星的民间传说中，杨戬的父亲和兄长皆死于天庭之手，母亲云华则被压在桃山之下。为此，杨戬力劈桃山，大闹天庭，后终成为天庭一员猛将，却写下一句“听调不听宣”。可以说，杨戬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成长，离不开仇恨2字。陛下，云华殿下私自下凡，虽有违天规，望您念在他初犯的份上，吾不是想着如何惩治云华，吾是担心他久处天庭，不谙世事。一面是云华的兄长，一面又是天庭的掌权者，玉帝心里一定不好受。
在此期间，文静也向我汇报了西坊教的最新动向。他们果然也已推出了云华身上的因果。她既为玉帝之妹，此番便属玉帝家事，我们不妨借此发挥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云华仙子偷偷下凡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凡间男子珠胎暗结，竟有此事！这传言，怕是会引得天庭仙神厌恶云华一家。陛下放心，小神已想好对策，正可抵消这些负面舆论。杨天佑何德何能，竟得云华殿下垂青？殿下糊涂啊！老兄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杨天佑乃金童转世，他与云华殿下可是天定的3世姻缘。你看，这第1世，好一出金童玉女的戏码。师尊放心，明日朝堂之上，我们的人已部署完毕。更何况，您知道的，我们另有后手。天佑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集市写字。啊！爹爹，爸爸！啊！简儿，云华啊云华，你选的这条路，注定坎坷。陛下，云华身为天庭中人，却罔顾天规，私自下凡，此为罪一；身负神职，却玩忽职守，不谋其政，此为罪2；身为公主，却私配凡人，抹黑天庭声誉，此为罪3。陛下，云华所犯，桩桩件件皆是滔天之罪。陛下若不严惩云华，往后天庭有何颜面执掌洪荒？臣附议。陛下，福元大仙所言有理，只是天庭判罚理当公正。云华殿下下凡之事是否有内情，还要问上一问。小神愿带陛下走一遭，带云华殿下回天。陛下，小神愿与水神一同前往。
权大阵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吾说过，此事不劳众爱卿费心。陛下，小神虽以金童玉女之计对抗流言，但西方教必不会善罢甘休。小神已将这些有心之人全部记录在册，而这些人在这数年间恰与福元仙翁往来甚密。又是这个福元仙翁。若小神所料不错，明日朝堂之上定有对天庭不忠之臣向您谏言，欲逼迫您将云华殿下抓回天庭重罚。届时他们再出手干预，达成算计。有理。明日吾会于朝堂上观察群臣，定要将此不忠之臣全部揪出。此外，云华之事虽说有违天规，但也毕竟是吾的亲妹妹。届时，吾派兵将她带回来，小惩大戒即可。哼，被他化解了吗？我借你七宝妙术之威能，须菩提，放手去做。云华殿下，陛下为了您的安危，令我等带您回天庭。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娘！你们这群坏人，要带娘去哪儿？糟了！尔等何人？宝贝琴转身。谁派你来的？天佑，没事的，会没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说好伴你100年，如今
却只有12年。孩儿，这是我父你。哎呦，爹，爹！不要过来！你们害死了爹和大哥，是你们！敖乙，带云华殿下回天。啊，那这2个孩子回天。教主哥哥，这孩子好生可怜，究竟是什么人，竟能操纵这些天兵？有能力处心积虑做到这些的，除了那位，还能有谁？水神，过分了，师叔。什么东西？何方妖魔敢来天庭作乱？师尊亲自出手，竟然被水神一个圣人弟子识破了。若非师尊及时自毁，恐怕水神将会拿到与我教不利的证据，直接给了道门和天庭发难的机会。好一个水神！师尊息怒，如今大劫因果已定，日后我们再从中作为一番，定让这关键之人成为天庭劲敌。小神有负陛下所托，云华殿下一家遭妖魔偷袭，杨天佑及其长子横死，云华殿下现已被押至殿外，等候发落。发落？陛下和水神先前并无此意。带他进来吧。云华，你私自下凡，与凡人厮守数年之久，还意图蒙蔽陛下和娘娘，你可知罪？哼，这就是你们杀我家人的缘由吗？殿下，陛下只是下令带您回天，并未……木工退下，此事交由长庚爱卿处置。你可知罪？这就是宅心仁厚的水神，这就是玉帝，这就是天庭。你们要杀，杀我就是。为何杀我夫君，害我长子？你若认罪，我可保你一双儿女无罪。玉华之罪。云华已认罪，小神斗胆，请陛下下令，将云华于瑶池内镇压1000年。准。
坐下，陪我一起喝。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气。长庚，你给我想个办法，算回去，马上算回去。堂堂圣人，去杀凡人，天理何在？看看其他武圣，三清师兄自不必说，女娲师姐更是有大德大悲悯。结阴师兄虽心思深沉，做事却也不至肆无忌惮。可尊提呢，仗着自己是圣人，竟如此为所欲为。长庚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小神无话可说。可是听到了那些洪荒骂名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彻查是谁在。陛下，小神今日只是有些感伤。小神原想保全杨家上下性命，在不影响天庭大兴的前提下，以最稳妥的方式促成杨戬成长。可最终，小神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。当日，陆衙趁您下界历劫，欲对木工下手，却意外杀死了一名天庭小仙。想必您也有所耳闻。那名小仙不是别人，正是小神昔日的恩师。与今天一样，小神用尽了所有办法，却仍然无法改变恩师之死的事实。今日小神看着那杨戬，竟有几分像昔日的自己。长庚，那你又何苦给云华定罪呢？杨家惨案，木已成舟。小神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，那就只能顺水推舟，让杨戬背负仇恨，迅速成长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他真如燃灯副教主所言，气运不凡。要是加以教导，必有所成。三妹不怕，二哥在。那贫道来收。其实贫道也不介意。师弟，你确定要接下这份因果？无妨，信长庚。你是仙人。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与西坊教瓜葛颇深，他主动引阐教先关注杨戬，恐是想挑起阐教与天庭对立。而你让与你交好的玉鼎真人收徒，可是为缓和杨戬与天庭的关系。今杨戬身负父兄之仇，心怀救母之志，再有玉鼎师兄教导，数百年内必有生死金仙之力。来日收服杨戬时，陛下将此物交给他，自可化解仇怨。90年后，紫霄宫共议封神，今有西坊教圣人师德的把柄在手，天庭便可借机争夺大劫主导权。长庚，你心里背负的东西太多了。玉鼎师兄，杨戬情况如何？我将大德后土僧的8、9玄功传授于杨戬，刚好与他完美契合。他自己更是没日没夜的修炼，
近乎惊人。我知长庚师弟是想让杨戬靠执念修行，我也依照你的叮嘱，并未向他透露实情，只是苦了你了。他未来必会成为天庭一员神将，在那之前，总有人要当这个恶人，那便由我来吧。须菩提最近一直忙前忙后的，准提圣人什么事都只和他说。主人，你失宠了。做好自己的事即可。你哪有事情可做啊？无非就是干点杂活，再和白莲长老喝喝茶。我那是静候时机，水神是个难得的对手，下一次我一定会赢他。主人，你还想和他作对啊？我与水神不共戴天。近日天庭变故丛生，我知你请命镇压云华仙子是为保护，为其定罪，亦是主动背负骂名。你虽不在意遭人非议，我却总归要给你些支持才是。大劫前诸事千头万绪，幸有云霄仙子体贴关怀。紫霄宫一封神在即，留给我改动大劫的时间并不多。接下来，我要多接触像杨戬这样的大劫之子。师兄，门内近日开山收徒，要去看看吗？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好强的气运！今日我们一同来渡仙门拜师，日后说不定就是同门。你看这一路妖兽这么多，说不定就会遇上个打不过的，不如我们结个伴。若我能将妖兽全部打败，那是我命不该绝。我好心好意邀请，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？算了算了，我认识他。前些年他家乡遭妖兽袭击，他的亲人朋友皆送了命。那时起，他就性情大变，开始独来独往。后来，他屡次拜师仙门被拒，就更加孤僻了。这弟子入门时，言说自己要给父老乡亲报仇，身世实在可怜。若他被分往破天峰，我等九字九弦，总要与他些关照才是。诸位已通过入门历练，得以拜师渡仙门。接下来，门内将为你们安排去往各峰头。路人分往破天峰，龙涛分往仙灵峰，吴中耀分往丹顶峰，席奋少分往小灵峰。啊！拜见师祖师，咱开山祖师又来抽奖了呀！
这名弟子气运不凡，贫道收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李靖。李靖，师兄，你还好吧？他叫李靖，又引来渡我真人收徒，莫非他就是未来的哪吒之父托塔李天王？师父，你要走，那李靖怎么办？他身有大气运，留在门内，或许机缘更多。师父，此乃为师珍藏多年的剑谱，李靖，往后为师不在，你务必好好修行。师父收了我，却不带我走，是觉得我太弱了吗？是，师父。师弟，别想太多，你留在门内，师父自有打算。是，掌门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因李靖教导哪吒无方，彼时已拜阐教太乙真人为师的哪吒，杀了截教石矶的童子。随后石矶来讨要说法，却又被哪吒之师太乙真人所杀。石矶之死是引爆阐劫冲突的重要导火索之一。要想避免这场悲剧发生，必须先解决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是改变李靖的心性，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。李靖，别练了，出去玩。这套剑法我还没学会，不能玩。切，我们走。这孩子心思太重了，我叫他师弟，他叫我掌门，你说说。掌门莫怪，李靖从小经历了太多变故，已养成自苦自抑的心性，长此以往，恐对他将来不利。长寿，你可有办法？若是挑一对关系和睦的道侣来抚养他，让他感受到充分的关心和照顾，情况自会好转。靖儿，自今日起由我们照料你。来，我传你一招，可助你调理气息。我知我资质平庸，你们关照我，只是因我被渡恶真人收为了记名弟子。但无论如何，多谢。我知你从前吃了许多苦，但你现在有家了，遇上了事，不必自己一个人扛着。家。李靖，练了这么久的剑，一起过两招啊！去吧。来了。在959师的关爱下，李靖已经能熟练处理人际关系，就是修行遇到了瓶颈，要打通经脉，就让我来助你。谁？这个女人竟在为我疏通经脉，cos 影视高人的感觉还算不错。明夜不必再来了。多谢前辈近来教诲，李靖修为大有长进，只是不知前辈为何要教导我。我乃天庭水神，
人教圣人二弟子，天庭权臣，云霄仙子的准道侣，招族毁灭者。拜见水神。此番教导你，是想让你日后为天庭、为人教效力，你可明白？弟子绝不让水神失望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李靖有2位师傅，一位是人教杜鄂，另一位则是阐教冉登。随着后期李靖与哪吒的握手言和，2人极有可能皆为阐教冉登所用。现在李靖对天庭和人教的好感已然倍增，冉登，我看你将来还怎么把李靖拐跑。这里有一些我编撰的杂书，日后定要好好参悟。掌门师兄，水神赐我这些书籍，究竟是何用意？贫道明白了，水神是想暗示，自己已经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父亲，已经能够写出这些经文典籍。换而言之，师弟，你的机缘到了。机缘？下次见到水神，直接喊声父亲，一切自然明了。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分明是要让他将来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掌门，你搞什么？我教的一段因果，在近日被改变了。而今大劫将至，该做之事，都应放手去做。是，二师尊。师尊放心，您此前交给我之事都已筹备完毕，血海那边，地藏师弟也已布置妥当。届时，您只需……李靖身上的因果被改动，此事定瞒不过西方教圣人。我得赶在他们之前结识更多大劫相关人物。所谓上阵父子兵，哪吒虽然还没现世，但他的前世灵珠子本就是太乙真人的徒弟。去结识结识这个天不怕来地不怕，一杆长枪戳青爹，混天绫角东海水，乾坤圈打老龙王的熊娃前世。灵珠子，为师今日教教你，仙人是怎么玩耍的。阴阳1指，2指，3指。师傅，你讨厌！太乙师兄，刚才叫他什么？灵珠子。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未来的天庭名将，3坛海会大神，居然是这个奶声奶气的小不点儿。长庚师弟，贫道早就说过了，你要交流教导小辈之法，那与为兄讨论教导杨戬便足矣。偏要来这乾元山看太乙师兄教导灵珠子，你看看，哪有这样教导弟子的？将来该怎么和师尊交代啊？太乙师兄的徒儿本是昆仑山宝池中孕育的灵珠，自上古吸收日月精华，渐生灵智。师尊说灵珠根较清正，便让太乙师兄助其化形，收为弟子。哪知灵珠子生性如此软弱，贫道造了什么孽呀？长庚师弟，你是3教公认的点子多，帮帮为兄吧！啊，封神演义中，太乙真人火烧石矶，算是大劫中阐劫第1次正面冲突。若能让太乙欠我个人情，往后也方便我从中斡旋。总觉得你不是在想如何帮灵珠子，而是想怎么敲竹杠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但若师兄硬要给人情，我也不好推辞，不然就是不给你面子嘛。哎呀，给，不就一个人情嘛，为兄给还不成？此事便拜托长庚师弟了。长庚师弟，一定让他胆大些，鲁莽一点也无妨。
这孩子连闯祸都不会。感情你就是这么教徒弟的，难怪会教出个天庭反骨仔。长庚师叔，我的性子真的很糟糕吗？生性温柔并非你之过，遇事胆小、爱哭鼻子，不正面解决问题，才是你真正需要改善之处。至于其他的，每个生灵都是独特的个体，不必有太多棱角，也不必太过圆滑，更不必为了合群而改变自我。圆滑是什么？灵珠子听不懂呢。是我们这些老人家的事。你先更正个小习惯，自称用我，不要暴露根脚。灵珠子明白。我明白了。灵珠子壮胆计划第1步，我在六道府练腱子肉。水神放心，我们一定还你一个健壮的灵珠子。好可怕！大威天龙！太乙那个大阴阳师若看到这一幕，死也瞑目了吧？不过，会不会矫枉过正了？还有谁？灵珠子壮胆计划第2步，我在六道府闯鬼屋，要环环相套，营造出压迫感和紧张感。出现的必须突然，但不用特意追求猎奇感。注意光影结合，打光一定要打光。细节决定票价。收工。要不，试试？有那么可怕吗？本判官就不信了。哼！不要，太可怕了！水神心思当真巧妙，我们这六道府的试胆殿办得可谓风生水起呀！哪里出了事？惊人的地脉颤抖，大道震鸣。血海。师尊，血海生变，恐将有异乱。判官，还请速速调兵，加强戒备。水神大人，大劫将至，若非急事，最好不要走动。文静，你当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。你可是用来对付西坊教的底牌呀！属下如今虽是西坊教凶兽统领，但水神大人放心，属下的心自是在人教这儿。哦，我方卧底都做到敌方高层了。此事我自知晓，不过是敲打你一二。说正事吧。西坊教开始收敛羽翼，清剿原本收容的业障大妖，属下便负责此事。西方肉劫已成定数，若想安然度过劫难，
就得给镇压教运的12品功德金莲减负，宁愿自断一指，也要护住气运大盘不崩。果然够狠。属下还打听到，西坊教对六道府有所图谋，似是想插手转生之事。这是想争抢转生权。若被其得手，待大劫来临，他们便可以以转生为根基，令西方之地仙兵不断，高手不绝。那是天庭和道盟威仪。血海异斗，莫非也与此有关？老师送法宝来了。图去哪儿了？众宝近乎齐出，老师定是要让我别浪，稳一点。出事了，求诏。你师兄在天外艰苦镇守全都城，你既求了本座，本座自是要为你出头。可老弟，你这一身法宝，不就横扫圣人之下无敌了吗？无敌不代表不怕呀，这试胆天真带劲儿，贫道多年未有担惊受怕之感。小头灵珠子改造有望，只是徒弟欠债，师傅还钱，当真占不了长庚一点便宜。太乙师兄，莫要拌嘴了。长庚师弟到底请了多少人呀？你不愿我牵涉其中，可入不入劫是天定，出不出劫由你我，躲是难躲的。接下来如何做？直接杀过去？精灵圣母，截教4大内门弟子之一，一人力战阐教12金仙其3的大姐头。这2人倒是意外的合拍啊！公明老哥，你与金光师姐如何了？当初有火灵师之撮合，我是想试着和金光师妹结成道侣，但后来我发觉与金光师妹实事不大合适，便对她坦言。现今我2人仍以师兄妹相称。嘿嘿嘿。 20多集，你们就在情感波折上走完了别人的一生，牛啊！多谢诸位。如今血海形势不明，不宜打草惊蛇。血海果真与四海不同，竟藏了这么多实力强横的妖兽。天地初开便有了血海，其内汇聚世间浊气，故而在此生存的种族实力皆不凡。风雨术。 地藏大人传信，血海异斗，水神定矣之效，大家千万不要松懈。公主说水神诡计多端，心比血海还脏，手比老祖还黑，咱能是他对手吗？那也要守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此次若成，便是我们修罗一族最大的机缘。西方教派修罗族在此镇守，到底有何目的？ 岛外大阵隔绝了我的神识，涂前辈，能否探查一下此岛？我雷死！又是重兵把守，又是圣人布阵，搞这么大阵仗，这里定有紧要之物。直接杀过去，
看西坊教在行什么算计！金陵师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转生之事关乎教育，定是西坊教长久以来的谋算，事情绝没这么简单。为首。太极图、玄黄塔、一地验光旗，真是够稳的。哦，还不够。我有一计，名为特洛伊木马，不过要先委屈诸位入屏等候。这哪是稳一手，都稳多少手了？我看你单纯就是怕死。灵宝，首领，属下在外巡视时，发现了一件灵宝。无论我族如何挣扎，都不过是被西坊教利用。我族来日究竟在何处？天地不容我修罗族，我等自毙便是。修罗不死，血海不枯。我等自为老祖报仇，绝不再做西坊教的棋子。渴望得到力量，去复仇吗？那就撞开这座大阵。还得是长庚老弟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仅靠七情化身之力，便让修罗族陷入疯魔。修罗族以杀入道，鲜少修道心，故对七情之力毫无抵抗。只是辛苦黄龙师兄了。会长别跑，我还记得你，上次在六道府就是你这张嘴。你胡说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好惨呀！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还要被当作法宝来用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就知道没有人能逃过欲望的掌控，除了你们这帮怪物。大阵威能尽是朝内，而非对外，可见是想凭此阵灭掉闯入岛上的一切生灵。还好刚才听了长庚师弟的话，没有直接靠近，否则可真是凶多吉少啊！不好，
沙镇未能在朝外宣泄。说不定圣人还在此地布下了别的杀招，得尽快离开。不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再稳一手。此地也是陷阱而已，为何？事关教育，圣人定会亲自镇守。可这一路寻来，唯此处留有圣人道狱，所以岛屿附近很可能是布下了某种乾坤禁制。此处行分有异，应当是一道门户。涂前辈，不愧是长庚啊，如此精妙的布置都能被找到。人族精魄，如此数量，必会惊动大德后土。可为何六道府毫无察觉？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谈一谈？我教并不愿与道门天庭开战，我们也可坐下来聊聊。你回答我。暴露了，有太极图遮掩，地藏是如何发现的？不急，稳一手。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谈一谈？我教并不愿与道门天庭开战，我们也可坐下来聊聊。你回答我。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谈一谈？我教并不愿与道门天庭开战。生灵的本质果然都是复读机呀！你回搞了半天是在使诈，得了，又是一个心眼儿比头发还多的。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谈一谈？主人别喊了，外面虽已生乱，却无敌踪显露，水神未必能找到这里。不可小觑水神，寻常谋算会被看穿，但攻心一则，最能让人露出马脚。主人，你们弄的这事儿能成吗？是怕关键时刻必有道门圣人阻拦。圣人不灭，博弈罢。而且，第二转生塔只差最后一步。第二转生塔。出手了，转生大道被挪用了。囤积精魄，挪用大道，命令第二转生。此事若成，天庭与道门危矣。绝不能让第二转生塔与天道建立关联。诸位，只怕这一次，
我等要与圣人对上了。贫道倒要看看是谁在搞事。哼！若想靠近转生塔，必须先破了圣人法相。击溃了20尊法相，太帅了！你这家伙怎么一下子那么果断了？哎呀妈，小家伙，磨磨唧唧这么久，总算要开干了。我已筹谋了98个方案，待我徐图。啊，你还没准备好动手啊？那什么，不好意思啊。本塔动作太快了，大爷，你坑我！这下没办法了，只能……老师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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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是太清圣人借了力给水神。水神老弟，这就是你的98个方案啊？抱太清师伯大腿？也不能完全这么说。小家伙，趁圣人法相求私，圣人还没现身，要出手，赶紧的！看来耍帅果然很危险啊！哎呀，老师让我学习用太极图挪移，怎么一眨眼就到了这儿？打扰各位啊，我就路过。
水神，你还想走？是地藏道友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妄图挑拨离间，莫要搞这般龌龊手段！长哥，你不是说带为兄去个好地方喝酒吗？哎呀，准提师叔，师叔有礼。诸位，快出来拜见准提师叔。竟敢在我教地界上无礼！哎呀，我竟不知血海归属灵山了，真是失礼。不过准提师叔，我们都是小辈，师叔心胸宽广，想来不会不顾道门三圣的脸面，执意同我们计较吧？哼，先前长庚师弟不让我们出手，怕会挑起道门三教与西坊教对立。现在长庚师弟这般得罪真提师叔，当真无碍吗？长庚师弟与公明师弟配合的这套说辞，其实大有讲究。今日我等与西坊教无论行什么算计，哪方圣人先下场，就已输了大半。而我们只要能逼准提师叔无法出手，或是师叔出手后无法一时间拿下我等，便是师叔输了这局。换而言之，也就是西坊教输了。就这？啊！谁族的这个圣光不散？没事乱嘲讽，瞎逼打正脸，一件血招都不做。技能全点成了数码暴龙变异超进化，还把增益加持甩对面老怪身上了。原来是我，那没事了。真提师叔勿怪，太乙师兄是误以为我约他来此处喝酒，才有此疑问，绝不是不尊师叔。对对。人教弟子长庚，你蓄意坏我西方机缘，贫道待太清师兄对你施些教训，押你入灵山之下千里。
见师尊。拜见通天师伯。师伯也是你们喊的，我道门何时收了你们这群沆瀣之辈？刚刚我借太清老师之力，才勉强凭太极图破掉尊提圣人法相。现在通天教主却一击就能轻松秒掉尊提圣人大招，原来这才是大佬啊！长庚，你和太乙师侄接着骂。今日若能将他们骂够3个时辰，我就许了你跟云霄的亲事，如何？通天教主这画风变得也太快了吧！师尊常教弟子，行事当光明磊落，不以神通压人，不以强权压弱。此事，我与他不可自行决断吗？是为师话说的不妥，那就改为与长庚一件宝物。多谢通天师叔。今日有2位圣人见证，我且先问了。血海异洞，我前来探查。诸位，这是何意？6道转生盘仅承载5部洲的精魄，就已自顾不暇。我教一心向善，不愿看精魄不得转生，故立此塔。水神以为我等能有何用意？不错，此前贫道在3000世界游历，见3000世界与5部洲相隔甚远，无数精魄尚未能至6道府，就已消散。我教建立转生宝塔，实为天地苍生计。难怪大德后土对此地精魄一无所知，原来他们都来自3000世界。6道府承天道之意，执掌洪荒生灵转生。前不久，大德后土的大道被挪用，我来此地后，竟发现贵教的转生塔也在凭转生大道与天道建立联系。西方教觊觎大德后土之大道，究竟是想以转生塔收敛功德，还是西方教心怀取代6道府，架空天庭，违逆天道之意？水神，你不要含血喷人！如果道友问心无愧，请立大道誓言。若天道判定你们无错，我当场跪下赔罪。水神除却大道誓言，就没有其他招数了。我可没什么招数，不过是对天道无比信任，故天道欠我功德，我都毫无迟疑。胡说！天道怎会欠人功德？不能说是欠，延期了而已。连准圣都怕的灭世之雷，怎会是这般？难道天道也在给水神站台？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哼，我家长庚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句到此为止就算了？通天师兄，莫非真要与我切磋一番？别光说，天外一战。通天师兄，莫非真要与我切磋一番？别光说，天外一战。你既称我一声师兄，今日我不用法宝。你若不愿，便让你师兄结阴来吧。既如此，天外一行。
圣人大战的少许威压，便已如此强劲。回塔，守塔，品行修为皆低人一等，就活该被吊着打。截教收徒有教无类，我师尊收徒则看重福缘，而你们西坊教收徒，凭的却是不挑食、随缘。这境界厉害了呀！哎呀，也不知是不是被劫运影响了，今日这嘴比西面都要快上几分。太乙师弟还是少说。杀太乙，正道心。太乙师兄成日钻研此道，连修行都落下许多，往后还是勤加修炼吧。神通否？无法直言之事太多，便只能琢磨如何讽刺。久而久之，就有了这般技艺。三成玄妙，青莲宝色。先天五方旗之一，青莲宝色起。五星奇针，离地电光。颠倒五行，休想！拦住他！我来助你！住手！一金克木。转生塔与天道的联系建成了。你做了什么？哼，水神，我看你还有何法？水神，不好了！六道府突然闯进大量精魄，转生盘受损，现在无法转生的精魄开始朝六道府歪涌了。用大量精魄冲击六道府，令其陷入瘫痪。如此一来，世间精魄就只能借由转生塔转生。你一个圣人弟子，怎可能有这种实力？
莫非什么冲击六道府？贫道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虚伪小人！拿命来！公明师弟，我来助你。公明老哥，别冲动。金陵侍卫。定海神珠。大下主。结阴师书，这是结阴师书的法宝神床，西方教常用此物来度化精魄。神床一出，除非我们今日与结阴师书撕破脸皮，否则很难夺得转生塔。人教弟子长庚，我代我家大教主问问你，此塔乃是我教之物，你问也不问便带人来抢，是何意啊？你是何人？贫道乃西坊教戒律长老石乐志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戒律长老石乐志啊！家师原始天罪。这位施长老，你们西坊教禁锢人族精魄，令其成为尔等收敛功德的傀儡，是也不是？我等赚取功德有何不妥？你水神不也立了海神教？我海神教从未以信众之名行约束之事，教众拜海神不过图个心安。拿好我海神教教义，仔细读，不懂我可以教你，别来混淆视听。你，长庚。我西方贫瘠，借此多纳一些功德，也有利于天地安稳。你说是吗？真是能说会道，居然扯出什么天地安稳之类的鬼话，给他脸了他！结阴师叔为天地安稳之计大兴西方，此乃大义之举，长庚钦佩。可您座下的弟子却私自禁锢3000世界的人族精魄，并用以冲击六道府，致其瘫痪。这群弟子如此欺上瞒下，根本就是在败坏您的声名。您行事素来高洁，弟子不忍您背负如此骂名，这才出此下策，还望结阴师叔海涵。说得好，还是长庚师弟会说话呀。别这样，主人，你不是水神的对手。水神既说六道府之灾，乃我西坊教案中所害，可有凭证？结阴一来，居然激发了地藏的隐藏属性，这时候我上哪儿给他找证据去啊？凭证2个字张口就来。那贫道今日蹲了你的坐骑，只要把他的尸体处置干净，不留凭证，贫道就可以否认此事了。依道友之意，谛听今日若死在此地，便一定是道友动手。我没有证据，但那一定是因为道友出手抹去了凭证。你有何凭证证明是太乙师弟杀了谛听？
诸位又有何凭证证明我教用精魄冲击了6道府？我勒个疑罪从无啊！地藏这思想觉悟真够超前的。谁说我们没有凭证了？我来时便已将你们控制的精魄全部做了标记。如今，正是这些被标记的精魄在冲击6道府。这颗流影球已记录下了一切。水神，你这凭证是我们做的又怎样？这些精魄能得转生，本就是件好事。若水神不许他们进入转生塔，7日之后，他们便会自行崩解，彻底回天乏术。弟子，他在用诈，水神在诈你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好标记？满盘皆输，满盘皆输。这下我倒要看看他们西坊教准备如何收场。长庚师弟，干得漂亮！早闻长庚名利，贫道总算是见识到了。难怪你深受太清师兄喜爱，连贫道对你也是喜欢的紧儿。也罢，贫道今日颇有闲心，且指点尔等一二。快以法力护体！望尔等今后好生修炼，安然度过大劫。长庚，小心了！弟子谢过结阴师叔。好强的威势！哎呦，快堵住了！小徒弟们给点力呀！比之身体更是强盛了好几倍。这就是当时第5圣人吗？元始师兄，结阴师弟，何苦为难小辈？元始师伯，元始师伯。元始师兄，为师在这儿，开口便是。师尊，你不知道，刚才长庚师弟已经炸出了实情，他们西坊教圣人带头耍赖，好威风啊！还是闭上吧。太乙师侄当真会收效？我刚才不过是指点众师之一二。那以结阴师弟之见，这第2转生塔当如何归属啊？座下弟子不懂事，竟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。洪荒诸事自当由天庭监管，只是结阴师叔放心，天庭定会用相应功德交换这座转生塔，弟子可以承诺，
绝对能抵此塔的价值。如此，便再好不过。此前弟子捡了一把宝旗。啊！大教师尊。想以此旗交换您手中那颗定海神珠。长庚，你很不错，日后多来玉虚宫坐坐。弟子定会前往玉虚宫拜访。大教主，大教主，是我不好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此地交给他们处置便是。大教主，元始师兄，你我不如去劝劝通天师兄与尊提师弟。也好。今日之事妥善解决，天庭和西坊教签订合同，一次性买断第2转生塔的使用权。西坊教拿了功德，便无权插手此事。我就是毁了这塔，也绝不便宜你们！尔敢！大劫劫运，他被天道操控了。天道何以至此？每一个生灵走向生命的尽头后，就会成为一个个孤独的精魄。他们渴望拥有新生，而转生是唯一的路径，是生灵的延续。可现在这条路断了，希望破灭，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死亡和遗忘。这些精魄四散后，定会被血海凶兽吞噬，再无转生的可能了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这些精魄就此消陨。烦请多宝师兄、黄龙师兄前往混沌海寻通天师叔和元始师叔来相助。听闻阐教云中子师兄极善炼宝，望太乙师兄、玉鼎师兄，请他来收复转生体。还请诸位随我入手血海，砍杀凶兽，必要为这些精魄争取一线生机。好。长庚带人族，谢过诸位。明明在给西坊教收拾烂摊子，这帮家伙竟然跑了。当初就该大开杀戒。先尽力挽回吧。前辈，转生盘如何了？可否容纳此地精魄？我需汇聚七情之力，将威能开到最大，2日后能腾出空隙。
但最多也只能送走1成。或可将精魄酝养一段时间，再行转生。不行，他们被禁锢太久，连最柔和的功德之力都承受不住。看来西坊教算计此事时，只留了转生这一条路。此塔共有32万6千条禁制，但是摸透这些，至少要数月。转生塔之事，乃天道有意为之。我想师尊他们应该是不愿直接与天道抗衡。西坊教入劫本是变数，天道也想大兴西方，为何？我们只有7日，为了推西坊教入劫，就任由这些精魄消散，天道当真如此无情？这所谓的天定之命，我真的无法改变吗？还请多宝师兄、精灵师姐与我大哥先去六道府镇压凶魄，尽早腾出转生盘。劳烦各位留守血海，莫让凶兽祸害精魄。长庚，我知你心中不忍，但这是变数，难以周全，不必勉强自己。你已尽力，眼下便是都不做，也不会有人怪你。但也好过什么都不做。长庚出身人族，从未见过大劫之下生灵的惨状，怕是难以承受。你陪陪他吧。可是想到了什么？还只是一些想法，不确定能否做成。莫要为道心留下遗憾。我想建一条河，此河分上、中、下3层，上层流速最快，接6道转生盘；中层次之，接判官殿；下层最慢，接幽冥域。以功德高低，将精魄分入不同流速的河水，让善者早去转生。长庚怎么冒出这么多想法？这就是流水线与自动甄别理念。烦请公明老哥与仙子面见陛下，就说我要100万天兵。他们已经来了。哦。奉陛下旨意，调天兵100万助水神护佑精魄。大禹前辈，人族有难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理？何况修河这种事，没人比老夫更合适了吧？这可是在帮西坊教化解灾厄。你确定要如此？就当为了以后能理直气壮骂他们。西坊教欠下的，来日定让他们还回来。但仙神算计，不惑凡人。开工！勘测河道，便拜托大禹前辈、多宝师兄、玉鼎师兄从旁协助。要保证河道足够长，让精魄得以区分。
区分业障功德的法器，由云中子师兄炼制。普通河水很难让精魄稳定分层，必须饮天河之水。水不够纯净，且流速太快，我来提纯河水，但河道分层流速也需设法控制。谁想出解决之法，来日回天直接升阶。神权为引，去浊存清。流水线第一步，颜料准备。放水，接金魄入河。第二步，智能分拣。第三步，分装出货。六道斧开闸，接纳金魄。还请天道准许，生死簿暂且放宽。成了！以现在的流速，余下4天能救几河？4成。只能救4成吗？余下的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消散。人力有时尽，莫要太勉强自身。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我有一法，可救此地精魄。圣人不出，转生塔修复无望，转生盘超负运转。我能做些什么？为何会成了这般？我本是想度化那些无处可归的生灵。让开！转生塔因我教之人而毁，这些精魄只要消散，便会成为我教业障。眼下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救了又如何？
这些精魄最多能撑7日，7日内无法转生，亦会消散。而今6道转生坛尚未恢复，转生塔又被毁坏，这些精魄的转生之路已被封死。道门此举不过是徒劳。我等当即刻回山商议往后事宜，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法力。谛听，这次有多少精魄遭殃？这些精魄积累了漫长岁月，大概相当于60个南赡部洲现有人族总和。60个南赡部洲。主人别想了，你有功德必深，日后安心修行，便是大劫真的来了，也是能活的。石勒之真该死，转生塔一毁，精魄必死无疑。我等皆要背负滔天业障。转生塔因我的无垢道心而立，只要师尊传我修补之法，西方之危便可解。可师尊为何还不见我？主人，别人都想着把自己摘干净，你可别上赶着搭进去。凭什么道门是天地主角，我西方教只是配角？师尊，弟子定让西方大兴。3000世界，道门不懈经营，咱们就去扎根发展，既可凝聚功德，又有教化人族之功。二师尊，须菩提操控精魄，威逼6道府，这与天道之术不合。我能做些什么？主人，这是西方教的劫，你千万不要穿过进去啊！是劫还是机缘，都在我一念之间。主人，转生塔被毁，明显是天道出手。二圣若直接干涉，就是对抗天道，圣人都解决不了，你何必？请师尊传我修补之法。你可知，这一去，你再难回灵山。弟子知晓。若非如此，师尊何以迟迟不对弟子下令？修补此塔，要靠无垢道心配合，更要弟子以身为引，是吗？你本该继承我衣钵。弟子若不去，生灵涂炭，西方教何以立足天地？何以等来大兴？是师尊将弟子带回灵山，弟子愿去。弟子修道有成，当离去了。唉，终究抵不过天道之意。
干什么？你可是有修补转生塔之法？有。你我订立的仙契已尽，今日放你自由。走吧。惺惺作态，此地这般惨状，都是你西坊教所致，真当贫道不敢杀你。我与他们不一样，我与他们也一样。西坊教结阴圣人之弟子地藏，今日替我教了断因果，望水神念在无辜惊破的份上，准我修复转生塔。你有几成把握？又需多久？10成把握，片刻光景。立誓，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，不被任何人干涉，只听大德后土之命。我西坊教地藏，在此立大道誓言。如此，可好？地藏，终得水神一礼，苦矣。若让他们看到，我又百口莫辩。燃此道躯，凝此元神，熔金莲子，化转生珠。我不入幽冥，谁入幽冥？欲证此身，当需久远，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立弘誓愿，愿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使令信过。师尊，弟子地藏不负西方。第2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体系后，两边流程同步推进。此前积压的精魄9成8已得转生安置，此河就流于血海，
连接6道转生盘和第2转生塔，以作辅助精魄转生之用。但河水还没有取名，请秦将军为这条河起个名字吧。此河承接天河之水，分作3股，引导精魄前往各自转生之命途。既如此，便叫它三途河，如何？三途河，原来6道府的三途河就是这么来的。看来许多事冥冥之中已有注定。要说这地藏也是个人物，竟甘愿以肉身修补转生塔。他不过是为救西方罢了。这点，道友说的对，却也不对。他确实曾屡次出手相助陆压练邪剑，干预玉帝立劫身，谣言祭出产劫征，兵发人教树宗门。但今日之事，远远超过了他的底线。他牺牲自我的出发点，自是因西方教，而让他下定这个决心且义无反顾去做的，还是心底的那一份悲悯。你如此感慨，看来你屡次在人前引他为知己，并不只是为了挑拨他与西方教。被仙子看出来了，西方教藏污纳垢，我实不忍地藏如一颗珍珠混在一群榆木之中。但这次，西方损失了这般弟子，只剩下酒囊饭袋，终究是输了。话虽如此，西方教也不可小觑。第2转生塔虽已由大德后土管辖，可天道依然会给西方教这份气运。天道气运，便是引导生灵朝着天地稳固的方向发展。他日紫霄宫中商议封神劫难时，西方教也就多了几分话语权。也是想通这层，我才明悟，西方教图谋第2转生，妄造杀孽，必须受到惩罚。但天道为大兴西方，自是要给西方教留下后路，而这后路就是地藏。可惜我肉身已毁，此生难出转生塔。不过水神这家伙，说好的稍后来找我喝茶，怎么还没来？哟，寂寞了。啊？要不要本神兽耳听众生，帮你解解闷儿？先说好，本神兽可不是回来当你坐骑的。咱们现在没有仙气，我要是看上哪个好人家，可是直接要走的。如果你要喊我2声大爷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一阵儿。滚，找你的截教圣母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急了是不是？你现在也是给天道老爷办事的，多少有点身份。涵养呢？气度呢？别磨刀，你这我真走了信不信？我就给水神大人当坐骑，你信不信？错了错了，主人你别动手，我给你讲点好故事啊，主人。看来许多事，冥冥之中已有注定。这位将军如何称呼？
既为天庭柱石，今日南州又恰逢晴天，吾这具化身便叫晴天柱。好名字。这些天我忙前忙后，天道是该表示表示的。功德金身，我来呀！还来？不会吧？又欠着？地主家真没余粮了？这不摆明了欺负兽吗？是。这必定是天道老爷给小神的鞭策。天道老爷为何要扣你功德？秦将军，这怎么能是扣？这是天道老爷的恩德。老爷告诉我，功德金身不是那么容易凝成的，哪怕是想要一点微薄的安全感，也必要经过天道的重重考验。这重重考验更凸显长庚师弟跟咱们不同，否则天道老爷又怎会独独给长庚师弟这般疼爱？大师兄说的有理，唯有长庚，唯有长庚矣。讲个笑话，天道大公无私。一封神毕竟还在数十年之后，老弟不必过分忧虑。多谢老哥宽慰，不过他们有他们的部署，天庭也有天庭的考量。长庚师弟心系洪荒诸事，真不愧为天庭权臣也。听说师弟才能出众，还在天庭身兼数职。不好！是何职位？贫道最新修炼，倒是未曾听闻。玉帝，你乱捧什么哏？自是300嫦娥总教习一职啊。听说广寒宫内美女如云。哎呀，贫道不该在云霄师妹面前提这个，自罚3杯，自罚3杯。好你个阴阳大师，我与你无冤无仇。木工啊，第2转生塔之事，长庚爱卿出力不少，他的神位是不是该提一提了？以上就是我誓言的全部内容，若我有半句虚言，天道自下警示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是玉帝陛下要给我封赏，这才引发了天道感应。好你个长庚！怎么偏偏掉这个时候？塔前辈，塔前辈！谁喊我？没听见啊？没听见？诸位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我信他的，你们莫要为难他了。仙子，我就知道你懂我。后天生灵7情6欲重一些，本就是常理。他喜欢去听曲看舞，这也是我此前就知晓之事。我并不会因此事怪他。总归是能接受他这般喜好的。咱们截教弟子，岂能受这般委屈？仙子你也太顽皮了吧！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？你们说，通天师叔和专题师叔斗法，到底谁赢了？那还用说？肯定是师尊赢了。当真？这还能有假？
多宝师兄此前去混沌海时，便从那里残留的交手痕迹看出，准提师叔所有的弓箭全被师尊挡住了。要说这个，我可就不醉了，没准儿是平手呢。谁和他准提平手？平手就是平手。哎呀！二教主有七宝妙术与加持神杵在手，此番对战通天教主，肯定是二教主赢。可通天教主连法宝都没用，二教主无论是赢是输，都要落人话柄。圣人之事，岂容我们智慧？是师兄。此番转生塔之战，我教虽折损了地藏，但也自有其他益处。你们都给我好生修炼，不可妄动。是。哼，肯定是师尊赢了。今日多谢你招待，我们这便回了。这里面是解酒药，快给各位师兄师姐分了吧。下次我还是叮嘱大哥一声，莫要轻易与人论武。按你的话来说，不太稳健。仙子又打趣我。大徒弟来了，好像有事体请侬。你怎么知道为兄要来？不对，太极图在你这儿，你所见都是幻觉，贫道此身不过虚影，打扰，告辞。哎，侬真当自家偷偷叫跑出宇都城就好瞒过太清老爷了？有啥事体直接讲就好了呀。近来玄都城诸事平稳，为兄便出城溜达溜达。听说你本该接功德，却被天雷劈了。你这才几天就窜到玄都城去了，而且我方圣人以下最强战力，竟然到处旅游听八卦。师兄莫怪，这雷云并非此前的天法，想来又是陛下在与人商议我的封赏之事。今日吾召众卿商议为水神提神位一事，众卿有何良策？陛下，水神行事稳妥，在何种情况下都可苟安一时，不如封为苟圣。不妥不妥，教主哥哥尚未成圣，不如封为四海大龙神。陛下，水神向来把稳健挂在嘴边，不如封为稳神。你呀，当真是挨雷劈的命。不过为兄叮嘱你一句，你这身功德可用来祭炼法宝，但莫要太执着于功德金身。师兄，这是为何？听闻功德金身乃功德圆满的象征，更有护体之功效。话虽如此，但凡事皆有两面。功德金身虽能护命，却也会令你与天道的关联更加紧密，甚至你的道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天道影响。压住你功德的，八成是道祖，而非天道。难道道祖行事并非全然遵照天道意志？那导致师父之死的幕后元凶，究竟是天道，还是道祖？师父，
你也莫想太多，奇缘道友能转生一回，总好过化作枯叶凋零。师父本在杰柱，天意难违。天意并非无法为，长寿，你走的路，注定要跟天道一争。但如何争，争多少，由你定。一切随心，与道而行，自然随意，方得始终。谢师兄教诲，长寿铭记于心。再过几十年，我就指点不了你了。这雷光比之前还要浓烈。长寿，看来你有喜事。众卿听令，即日起，封长庚爱卿为太白金星。命运的齿轮究竟是何时开始转动的？是早在若干年前，我自称长庚道人之时？不，也许是更久以前，在我执意要以长寿作为道号之时，或者在我来到这个洪荒世界之时。从李长寿到长庚道人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照着一个人的安排，照着既定轨迹发展。啊，你的道号还是要叫长寿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我现起一个长庚道人。一路走来，那无形的力量一直伴随左右。这不是法术，是我的因果在变动。今晚的这场大战必不可终。荒我之辈无法转生，去领神杀金蝉。长寿，你杀了他！弟子李长寿，拜见太清老师。绝不能让第二转生大军进入剑灵关里。若想靠近转生塔，必须先破被神人发现。想起来了，一切都想起来了。这个人就是长庚师弟。长庚师弟。长庚。长庚道友。早在读金星节时，我便已察觉，我就是太白金星李长庚。为避免影响我对今后情势的判断，稳健行事，我利用自研术法，将所有关于太白金星的记忆全部封禁。唯有听到太白金星四字，这部分记忆才会自行解封。兜兜转转，原来我早已身在剧中。
你不日便要晋升神位，怎么一脸愁容？啊，我也不知这太白金星之位，于我而言究竟是好是坏。水神大人，族的七情化身出问题了。转生塔出事时，我只能引动七情之力，强开转生盘威能。而今风波虽平，七情之力却近乎耗尽。若不尽快将他们送往苏氏转生，以人族生灵之力滋养，怕是很快就会消散。七情与万灵不同，若他们去转生，是转成7人还是1人？七情心境不全，若各自转生，日后定会成长为7个性格偏执之人，且随时有情绪失衡的可能。最好还是转生成1人，互相之间可以均衡。如此，便得请圣母出手，塑造一个能够容纳七情的完美道躯。多谢你了，长寿。长寿。接你师父精魄时，不小心看到些碎片。前辈，还是换我长庚吧。奇缘道友的精魄可在此地。除了容纳7个精魄，大德后土可说过想要哪般形貌？您这还能定制？自然。这手法，这速度，洪荒老手艺了。捏出的成品必定巧夺天工。这般如何？喂，12315吗？我要举报，这里有诈骗。颇为和谐。我再为他加一点细节。茯苓化身，捏土造人，圣人手段果真非凡。人族先祖便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泥人演化而来。圣母造化人族，而人族靠着不屈的意志，铸就今日之辉煌。人族不息，薪火相传，便是如此。待七情化作转生之灵，融入这先天胎盘中，你便可将其置于女子身前，令其受孕。当然，男子也可。不过需压抑体内阳刚气息，以免孕胎不稳。多谢娘娘造化，小神这便送七情去转生。待你忙完大节之事，莫忘了我此前所说的500之数。500。娘娘放心，我定为您完成500页画作。500页？哼！我说的是来这圣母宫画上500年。500年！
500年。七情此去只为修复法力，故而得避开忘忧汤，跳脱生死簿。此事唯转生塔可为。如此寻思，未免太小瞧贫道。莫忘了，贫道当初可是依水神所言立誓，将生灵一视同仁，不为各方所动。而今贫道这转生塔主之位，恰在水神之前，他无法再对贫道发号施令。那真是不巧，陛下刚封我为太白金星，这神位不多不少，恰在你之前。转生塔主地藏听命，开启转生塔，将七情化为转生之灵。地藏领命，待我安置好其余精魄，自会出手。两位别生气，我家主人就是犟脾气，还请你们多担待。师弟，敲打敲打他。争来争去，你我倒成了共事之人。若此前并非立场对立，该多好。我不过是水神手下败将，如今在此也只是苟延残喘，了此残生罢了。你跃入转生塔时，目中安然，没有丝毫动摇，此非寻常先生所能做到，值得我敬佩。完了，主人又要被水神碾压了。你也别水神水神的喊了，称我一声长庚就是。套路一，拉近关系，惺惺相惜。长庚谬赞，贫道不过是师尊手中的上策，多少有些身不由己，并非全为众生。大德后土生化6道转生盘，亦有为巫族气运之考虑，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大德。你亦如此。方才以神位压你，再次给你致歉。我只想为大德后土做点事，望你能理解。套路2，高帽奉上，激发同理心。果然，主人又被套路了。后土大德，贫道怎敢自比？先前是与你置气，我自会完成此事，哪怕被天道惩罚。你我同担此责就是。套路3，欲擒故纵，以退为进。我家傻主人呐，你都快被卖了，还帮着数钱。若不论彼此立场，水神也是个值得结交之人。七情之灵已融入先天胎盘，这地藏果然是个好心人。就是有些天真。你打算将七情转往何处？为兄多逗留几日，以免你做事莽撞。不要不想太让人光，等些他请老爷挂起来，我半句好话也未帮侬讲。这师兄果然是闲得无聊。不过，现成的大腿，不抱白不抱。多谢师兄相助。如今人族气运汇于商部落，生灵之力浓郁，对七情恢复最为有利。只是商部落有孔宣道友所在，师兄与他是故交，可否亲自出面，拜托他帮忙护佑七情？善。不过老师怪罪起来，你可要帮我说几句好话。
西方教许诺给我们的气运在何处？转生塔为何会并入六道府？诸位，而今大教主的弟子地藏已成为转生塔主，有这份气运支撑，西仿教距离大兴已然不远。到时，该给修罗族的地位、名望，自会如数兑现。可那件宝物呢？二教主亲口答应过要归还给我修罗一族，为此，我们不仅献上了一位殿下，还容忍老祖的佩剑原图阿鼻留在灵山。哦，哪般宝物？本女王作为凶兽统领，在两位教主面前也算说得上话。若你们告知于我，或许我能为你们美言几句。不必，二教主既然答应了我等，想来应当不会食言。哼，本女王还是劝你们莫要多求。如今能容得下修罗族的地方可不多了。这是二教主赏你们的，此行不虚，又得了个能找水神大人回禀的消息。西仿教果然信不得，告诉殿下，随时撤离灵山，我们得准备后手。这里便是商部落了。你想为七情找一对怎样的道侣？我从未经历过凡俗情爱，师弟觉得呢？我哪敢打啊！我也喜欢小兔子，那我给你做一个。我演的。兔子哪有老虎威风？都这样了，你还凶我？不能全都要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们的母亲吗？看来他们已做出了选择，日后便要麻烦孔宣道友多多留意。
有本座照看，一切放心。此间事了，贫道也该回玄都城了。你这便要走了吗？此间事了，贫道也该回玄都城了。你这便要走了吗？师兄倒是想留，但苦于没有借口。水神大人，属下查到，西方圣人有修罗族的宝物，那宝物是何？你可查清了？奴家最近四处奔波，身心疲乏。若是能有大法师的新骨子聊以慰藉，定能助水神大人查清西仿教都搜罗了什么宝物。得，这可是催款来了。骨子确实没了，不过师兄刚从玄都城回来，你想不想见？多谢水神大人成全。这一时间，奴家还有些害羞了呢。稍后我会请师兄过来坐坐。感动的眼泪往肚子里流，莫要洒出来了。奴家家遵命。蝶此词，恶心心。师兄，你我再见也不知要到何时，不如去海神庙喝上一杯。善。我可否一同前去？一同来便是。长庚可有一门好厨艺？同去？这怎么行？哪还有妖兽啦！杀气！莫要失礼，这可是咱们人教的贵客。文静也在啊。师兄，文静可是咱人教最高机密，附身在小花猫身上，也是为方便传讯。您怎么就秃噜嘴了？今日所见，切莫传出，这是长庚费心安排的算计。放心就是。这眼神，这语气，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师兄，我去下厨做几样小菜。师兄说不定是在下一盘大棋呢。拉倒吧，还一盘大棋。大徒弟在其他方面那资质是没得挑，唯独道理的事儿上，那脑袋跟缺根筋似的不灵光。一门心思就晓得修道修道，有好几趟特别一眼眼就跟大道同化脱了。还好老爷那一拉回来了。哟，竟还有这种事！老爷让他去拓展人教势力，还说不能收徒，眼瞅着就是让他找个道侣。他倒好，麻溜的人去威胁月老去了，硬插杠子管人教道成的姻缘事儿啊，给老爷气得哭笑不得的。我见你本体似是一只血纹，为何能入人教？道友此时不能说话吗？能的，只是水神叮嘱过，奴家身份特殊，不能轻易向外人透露。孔宣道友乃长庚前辈，亦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，倒算不得外人。你且说便是。其实也就是奴家化形时生的貌美了些，
水神大人觉得奴家的姿色配得上服侍大法师，便让奴家入了人教。是这么回事？此事若是真的，我便要说一说长庚了。怎可随意招揽根脚不明的女子？岂不是坏了太清圣人的名声？水神招揽奴家是太清圣人点过头的，您难道是要质疑太清圣人吗？再说了，您连阴阳归属都还未定，若我是根脚不明的女子，那您又该如何论定呢？哇，好强的攻击性，好激烈的战况。那个文静啊，孔宣道友非道门弟子，却是始凤之后，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你不可这般无礼。师兄，你这个裁判怎么还穿黑哨啊？水神，虽知大法师是拿奴家当自家人，但奴家还是有些伤心。什么情况？可别让文静太受打击，不肯再为人教办事了吧？您可要多赠奴家些大法师的谷子，安抚奴家受伤的心灵。哎，这就自我调理好了吗？母亲曾命我重振凤族声威，如今也到了我择定自身阴阳归属的时候。虽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但孔宣道友乃先天生灵，本无繁衍之事，故无自身之欲。属阴属阳，自不与后天生灵相同。此事关乎凤族，孔宣道友还是要三思而行。我想听的，其实只是你希望我如何抉择。师兄你，好直啊！阴阳所属，男女共济。师兄当真不明白，孔宣道友为何独问你吗？莫非孔宣道友对为兄有些非道友的想法？师兄您多虑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不只是孔宣道友，是这两位对师兄都早已不是非道友这么简单。啊？帮为兄搞定。怎么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？大劫在即，为保万全，弟子认为是时候收拢我教在3000世界部署万年的不朽神国了。不朽神国，加快宣扬我教教义，汲取众生念力。3000世界，诸多仙道势力盘根错节，须得将他们一并收归
真正让3000世界统一成我教的不朽神国。届时，3000世界的气运尽归我教。紫霄宫一封神时，我教便能多几分筹码。不朽神国的消息，得赶紧通知水神大人。不朽神国背靠西方教，愚弄3000世界民众，让他们不是生产，只是参拜，以便为西方教源源不断收敛功德。旱灾荒年，饿死的凡人何止数百万。好一个西方教，好一个不朽神国！此等毒瘤，必须尽快铲除。但是陛下，不朽神国在3000世界已部署万年，天庭恐难与之正面对抗。长庚爱卿是否已有良策？小神以为，西方教既然隐于不朽神国幕后，天庭也可调动3000世界各方势力，组建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，借助3000世界自有的力量，从内部对不朽神国发起冲击。就依长庚爱卿所言，组建仙盟。如要组建仙盟，就要先从一个产业遍及5部洲与3000世界、洪荒颇具影响力的神秘组织入手，而这个组织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你可想死奶奶了！哎呦，奶奶，水神与秦将军都在此处，您别大孙贼大孙贼的喊。原是有贵客登门，水神今日前来，具体所谓何事？老夫人快人快语，我便也不兜圈子。敢问老夫人，天涯阁可愿为天庭做事？奶奶，孙儿如今也在天庭任职，您就答应呗。老夫人是在担心与天庭合作会令天涯阁陷入险境。天涯阁消息还算灵通，天庭多番与西方教争怨，早就势同水火。天涯阁若掺杂其间，难保不会两相受害。卞老夫人这是天庭与西方教，她哪方都不想站队。但这话老夫人其实说错了。哦，虽然老夫人不愿参与势力纷争，但天涯阁作为3000世界最大的仙道势力，势必会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。老夫人当真觉得天涯阁能独善其身吗？老夫人若真想保全卞氏家族与天涯阁，就应该在大劫之前尽早做出决断。阁主，不好了！不朽神国的人在秘境外闹事，我们就快拦不住了。我们多番奉上信件与法宝，求见天涯阁主，天涯阁却屡屡怠慢。既然天涯阁如此瞧不上不朽神国，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。诚如水神所言，天涯阁已被卷入大教之争，但天涯阁为何要选择天庭？我与秦将军愿助天涯阁从不朽神国之祸中全身而退。只凭你们两人？不，一个人，一炷香，足矣。
你就是天涯阁的话事人。应付你们这帮鼠辈，哪里需要阁主大驾？水神所谓的一人足矣，就是让我孙儿去迎战。卞统领自加入天庭以来，修炼速度惊人。卞老夫人不妨一观。我与秦将军愿助天涯阁从不朽神国之祸中全身而退。只凭你们2人？不，一个人，一炷香，足矣。嘿嘿，这可是太上老君亲自炼制，玄都大法师亲手赠予的法宝。上！但凡对我有敌意者，这法宝就会点燃其体内业障。哎，也不知大法师会不会责怪我为自保，竟将这宝物用在了自家门前。好个变装，扮起纨绔子弟来，倒是像模像样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才是二师兄的本来面目？一人在明处挑衅，又暗中投毒，道友，当真是高明。高明啊！什么人，竟把水神大人的手法全看破了？是又怎样？我厉害吧？你确定贫道所说的道友是你？他甚至还能看出我并非主使。此人是敌是友？不能放过！切！这位姑娘，你不要紧吧？别挡道！阴间撑伞的傻子！较重才能证明他的毒曾经存在过，真正做到了杀人于无形之间。姑娘放心，贫道不会害你。贫道以为女子乃是世间最美好之存在，不朽神国这帮家伙竟不识好歹，对天涯阁中女子处处刁难，贫道岂能坐视不管？喂，你谁呀你？哼，敢欺负我们天涯阁的人，不想活了！姐姐，快去旁边歇着啊！哼，刚才只顾着杀人，倒是忘了自报姓名。贫道截教九龙岛，吕月。
我的通信方式，常聊哦。他就是吕越，《封神演义》里那位精通温毒，瞬息间便可杀千百长生仙的瘟神，竟然是这么一个护花使者。吕越，要我看是吧？你再说一遍。好吧，这儿还有个人间尤物。水神之计当真高明，但你可保我这天涯阁一时，却保不住一世啊！不朽神国向来虚伪至极，先礼后兵更是其一贯的行事作风。多年来，倘若有拒绝与他们合作之人，都会遭到报复。我们虽已看到了天庭的诚意，但只怕……老夫人，虎步洲天涯阁分阁遭到大妖进攻。老夫人，火荒20处天涯阁分阁遭到袭击。不朽神国的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大妖就来了，真是厉害手段。老夫人，我既说过会护天涯阁周全，便绝不会食言。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常驻长老，截教赵公明在此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常驻长老，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太乙真人、玉鼎真人、黄龙真人前来驰援。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天庭副使、四海大将军敖乙前来助阵。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。实不相瞒，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，便是由我所创，简称仙盟。就在刚才，我请动了洪荒内的诸多好友前来助阵。阁主，凭水神这般人脉与实力，来日仙盟必可与不朽神国一争高下。仙盟已颇具雏形，3日后我将召开仙盟大会，共商反制不朽神国计策。还望老夫人亲临。我到此地部署一切的是何方高人？原是云霄师姐的老熟人呢。绿月师兄精于独到，何不加入仙盟，与我共抗不朽神国？自是极好。所有欺负女子之人，都该死！都该死！继天涯阁高调宣布加入仙盟之后，3000世界中，越来越多的势力前来投奔，各路英雄豪杰纷纷赴约仙盟大会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太白金星吗？太乙师兄就别吵我了，旨意还没凝成呢。那不早晚的事儿。诸位，今日我们相聚在此，细数不朽神国罪责。罪一，愚弄民众，致使凡人不是生产，只是参拜，3000世界恶殍满地。罪二，勾结大妖，欺压并吞并仙道势力，致使大量仙门宗毁人亡。罪三，我不朽神国之人，不远千里，自五部洲赶赴3000世界，为的正是度化世间精魄，何错之有？道有此言差矣。3000世界少有战火，为何自仙盟出力，
便争斗不断。冉登副教主怎么也来了？他一向与西仿教弟子交好，这次不请自来，恐怕仙盟未必是秉公持正之流。贫道来此地，正是因担忧我阐教弟子被有心之人利用，道友亦何苦惧于仙盟淫威之下？道友所言，当真是。这破德和须菩提上说谎了还？要不是我知晓内情，还真被他们唬过去了。冉登副教主之言，当真是发人深省。今日有诸位道友见证，长庚欲推举一位大公无私、品德高尚的大能，担任仙盟盟主之位。论辈分，我虽是截教外门大弟子，属金陵师姐一筹；但论交情，我可是长庚老弟的功名老哥。玉鼎师弟沉稳有余，黄龙师兄天真烂漫。论打嘴仗，仙盟盟主之位非我莫属。谁？浮名都是虚名罢了。怎么突然开始喝茶了？什么情况？若冉登副教主能担此重任，那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长庚师弟，你认真的？自然，仙盟在冉登副教主的带领下，定能拔除不朽神国，护佑天地众生。今日贫道不朽神国罪行累累，如冉登副教主这般品行高洁的大能，断不会与之相交吧？怎么，水神连让我说话都不敢吗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岂能让你妖言惑众？水神莫急。仙盟盟主之位，贫道应下了。冉登副教主高义，快请入座。此番不如给须菩提一个开口的机会，让诸位认清不朽神国之龌龊。这就摆起盟主的架子，与须菩提一唱一和了。只怕他们不是说几句话那么简单。师兄放心，我已有准备。冉登盟主为他求情，便让他说就是。今日贫道现身，是为求和而来。贫道不敢奢求诸位原谅，但请你们想想，天庭组建仙盟，只是为了伸张正义，无外乎是多些气运、功德、宝物。不。是大义和秩序，大义在凡人，而秩序能称霸一方的，谁敢说不亏私德？天庭庇佑苍生，岂会轻启战端？诸位还不知，而今席卷洪荒的大劫便由玉帝发起，现在他们又来到3000世界，待灭掉我不朽神国后，又会对谁出手？贫道可代表不朽神国，立誓不再扩张，只求与诸位能够联合起来，抵制天庭。好算计，将仙道势力与不朽神国绑定，放到天庭对立面，再以重力拉拢。天下仙人并非都能舍生取义，舍弃逍遥而为凡人计。你说天庭只占凡人一方，实在荒谬。诸位，可否听我一辩？水神这么快就想好了如何蛊惑人心？刚才我家长庚可没打断你。长庚老弟，你接着说。当初西仿教金蝉打破海眼封印，引发海难，是这位华将军以身殉海，平息灾祸，而他便是玉帝陛下在漫长岁月中凝成的唯一功德精神。吴昊天既为玉帝，愿为苍生故。这一月为凡人，
为龙族，也为包括诸位在内的苍生。天庭所立秩序，是让强者不可凌弱。诸位并未像不朽神国那般涂炭生灵，天庭岂会为难？若诸位仍有顾虑，我也可承诺，过往之事绝不追究，只要今后向善，皆是天庭认可的仙盟一员。咱与五部洲大仙宗比，确实是弱者。天庭关照普罗众生，我等也是众生之一。贫道愿追随天庭，为仙盟效力。贫道愿追随天庭，为仙盟效力。贫道愿追随天庭，追随天庭，为仙盟效力。比辩论，我就没见长庚老弟输过。西方教真是不长记性。我怎么看着须菩提没有半分失落，倒像是早有预料。水神当真好口才，贫道领教了。不过走之前，贫道还备了一份厚礼。会场外围怎么有这么多凶手？他们想干什么？厚礼马上送到。今日有1人死在会场，仙盟威信全无，看你还怎么争！好巧，我也有2份厚礼，第1份应该到了。报！不朽神国数千凶兽欲以大阵轰击仙盟会场，现已派兵清剿。说什么萧何？险些被这老道蛊惑！不朽神国根本没打算放过我等。还有第2份厚礼呢。西方教圣人弟子须菩提，维护不朽神国，残害生灵，其罪当诛。即日起，将须菩提列为天庭追捕之敌，发布洪荒通缉令。这是金翅大鹏。大劫中被染灯是为坐骑的羽翼仙，原来早归了西方。龙族现在只剩你们这些废物了吗？难怪会成为天庭的走狗。天庭尊天意执掌洪荒，道友此番可是想与天庭作对？天庭算什么东西？我想来便来，想去便去。你能奈我何？有朱邪灵天剑镇守5方天门，道友连门都进不去，也只能在这逞口舌之快。天庭小儿焉敢放肆！
若我凤族气运不凋，洪荒哪有你天庭的位置？凤族，他与孔宣是何关系？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只要我想，天地之间任我来去。天庭小儿，你等着！这傻鸟跑得还挺快。可惜让须菩提给逃了。有天道之力锁定，须菩提不敢轻易出去挑事。天道竟然会主动配合水神。燃灯盟主，为防仙盟日后被野心滔天者利用，天庭不参与仙盟运转，只行监察之权，故我不入会场，只在云上看着。愿仙盟昌盛，护道为众生。还以为长庚会弄巧成拙，没想到天庭特使与仙盟盟主地位高低一目了然，长庚这拳拿得稳当。仙盟在明，做起事来多少有些束手束脚，是时候培养一把暗势力。白先生智谋无双，正可在幕后筹谋，而明面还需值得信任之人配合。没什么比破天荒一脉更合适的。不过，忘情师伯祖答应的也太爽快了。灵儿，既然你不愿见我，那我便去3000世界找你。水神大人，天庭出事了！战书已下，告诉水神，明日5时，我会从南天门入天庭，一路去的广寒宫，一清衡娥仙子芳泽。哼，金翅大鹏分明把天庭当作成名的台阶，若真被他闯到广寒宫，天庭名声必会受损。金翅大鹏鸟的急速，恐怕只在当年那妖师鲲鹏之下。陛下，老臣觉得，咱们应当在南天门布下重兵，不可让金翅大鹏强冲天庭。不错，这金翅大鹏鸟自寻死路，吾就成全了他。是。不过金翅大鹏出身凤族，稳妥起见，还需先知会轩哥姐一声。金鹏投靠西仿教，挑衅天庭。哼，跟着西仿教四处惹事，败坏凤族气运。本座倒想问问金鹏，你心中可还有凤族？道友以为，天庭该如何处置？打杀了就是。当年母亲点化神琴，将本座与金鹏收入凤族。后来凤族凋零，金鹏扬言要在天地间立威，不肯随本座教化人族，以母亲精血点化飞禽。本座当他有什么本事？原来依附他人，便算提振凤族声威了吗？本座已当凤族没有他这号人，本座也没有他这个三弟。你回去告诉玉帝，天庭随意处置，不必念本座情面。即便道友这么说，我也不能真的照做。凤族本就人丁凋零，况且听孔宣道友这话，分明还惦记着金鹏。即使随天庭处置，那我就……
师兄，刚收到白先生传信，说有近10个势力要归入凌天殿。白先生竟然这么快就将凌天殿搞得风生水起。凌天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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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凌
为了尽早抵达你我追寻的彼岸，请凌天殿圣女。这画风，妥妥的魔教即视感啊！还有，突然新增的圣女，除了能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，还能做核。好在我及时介入，改换服化道，纠正错误思想，回归正经剑宗路。接下来，凌天殿只需蛰伏暗处，配合仙盟，逐步撼动不朽神国。水神对金鹏道友出言不逊，如此猖狂，贫道都替金鹏道友气愤。明日我便要让水神知道，蜷缩在天庭中也休想安稳。那天庭，我尽出如无物。哼！不朽神国乃以天庭之手，若我能借金鹏大损天庭声望，也算扳回一局。回到灵山，我也好向师尊交代。金翅大鹏来了，快接阵！区区天兵也想拦我，大鹏斩去！哈哈哈！据传，朱邪凌天剑是玉帝以功德炼成，能自行分辨擅闯天庭之人，威力甚大，连金仙都能重伤。结果不过如此。颤抖吧，天庭！收工，收工！起来，都起来！都起来！成哥，你拖慢朱邪灵天剑运作，放金翅大鹏入天庭，就不怕助长他的气焰？陛下，成长的伤痛要他自行去体会。今日若能一清衡额方泽，再潇洒离去。哼，三界浪子为无凤，金翅大鹏传英名。主人，有男人闯进来了！闭嘴！你就是恒河仙子，修为不错，配与我交手。我已安排好了，让他痛彻心扉之人。
赤大鹏也算洪荒神警，竟连太阴星君一击都挡不住。星君不愧为人皇之后。哼，敢在我的地盘放肆！殿下，寡了还是燃了？煲汤。玉兔，你说这小鸟修为平平，殿下为何让水神放它入太阴星，还亲自动手？他跟水神较劲，就拿主人当菜头。主人说要亲自教训一顿才解气。我堂堂凤族金翅大鹏，竟被你们如此戏耍，岂有此理！以金鹏这般性格，顺其心意，他便会放松戒备，自投罗网。长庚爱卿此计甚妙。你醒了。要杀要剐，西天尊便。水神大人不同你计较，愿收你当坐骑。我给你讲讲人教坐骑的12条基本守则：一，背骑乘时，当飞行。我堂堂始凤之子，突然前行，就算从这跳下去，死无葬身之地，也绝不当坐骑。让水神出来。3，请在指定朽木不可雕啊！突然变道，造成云上事故。孽畜！你擅闯天庭，暗袭太阴星，罪当百死，何敢猖狂？若被遭了偷袭，一对一较量，我未必会输给你。你既执迷不悟，我便成全你。若被遭了偷袭，一对一较量，我未必会输给你。你既执迷不悟，我便成全你。这傻鸟，水神都没费力，他就中计了。想以阵法困住我，我凤族数万年底蕴，破你这区区小阵根本不在话下。到了，生门。你悟了吗？你到底要我什么？每每以为寻到出路，结果却是回到原点。希望燃起，又转瞬被抹灭。心智遭受这般搓磨，才知雷霆天火不过小罚，幽冥深域犹有余地。念在凤族旧友情面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凤族旧友，孔雀，是孔雀吗？啊！想一想，你迷路了吗？迷路？凡人不过羸弱之辈，外卿点化终有一心。孔雀，你自己去洪荒吧。母亲的3滴精血都给你。我金翅大鹏既是天地间最快的生灵，便一定要走出不同的路。你爱死哪儿就死哪儿去，
闯出祸来，别指望我给你收尸。不要你管。三弟，孔雀，依附他人便算铁证凤族声威了吗？不肯随本座教化人族，以母亲精血点化飞禽，跟着西方教四处惹事，败坏凤族气运。你心中可还有凤族？我错了。当初我一意孤行，只为证明我能振兴凤族，可这些年来，我早已迷失。我生有急速，却无人告诉我该飞往何处，也没人告诉我该做什么。金鹏城一时意气投奔西仿教，与天庭为敌，金鹏知错。迷途知返，浪子归心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是太上老君亲自为你炼制的脚环，戴上这金镯，你的急速自此有了界限；不戴金镯，难替孔宣前辈分担苦难。金鹏，你自己选。我愿为凤族延续气运，效力天庭，百死不愿。水神今日点醒金鹏，金鹏想拜水神为师，以报答水神。轩哥姐是我师兄好友，你是他弟，拜我为师，辈分不就乱套了？不合适吧？水神老师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老师，方才那番话，当真是孔雀亲口所说吗？理论上来说，确实是他亲口所说，只不过我略微懂一些录音的基本原理。还有，刚刚孔雀的声音也有些停顿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洪荒硬件条件有限，传输介质受损，音画不同步也很正常。弟子明白了，一定是孔雀嘴上想说重话，心中又实在不忍，百般犹豫才吐露心声。他心里果然还是有我这个兄弟的。是吗？先给金鹏预设一个成为坐骑的糟糕未来，再以阵法消磨其心智，最终将其收服。天庭也添了一员大将。水神这攻心之计竟是一箭双雕。吾看长庚爱卿布置的困阵也相当不错，不如将它保留，作为一道劝善天罚，如何？陛下，大可不必呀！陛下三思，何罪至此啊？陛下三思啊！陛下三思！二教主，须菩提挑拨金翅大鹏对付天庭不成，反而让那金翅大鹏被天庭收服，自己也暴露了躲藏之处。这个废物！二教主息怒，须菩提虽被通缉在外，但并未返回灵山求援。如此一来，事情仍有转机。他若没有这点悟性，也不配做我弟子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主意？血海那朵红莲，不是即将现世？白莲，往后须菩提手头之事，交给你了。属下遵命。
击鼓传令，有胜来！师兄来天庭，何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？贫道的西仿教，于天庭眼中早已不值一提，何敢当玉帝陛下这声师兄？弟子长庚见过真提圣人，圣人莫怪，小神刚刚收服了这金鹏，这才来得迟了。长庚，这是你真提师叔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陛下，刚才真提圣人既亲口否认了紫霄宫中学到的根脚，小神再称师叔，逾矩了。原是如此。水神和陛下一唱一和，真是精彩。贫道并非此意。水神，你无缘无故对我西方弟子须菩提下通缉令，是何意啊？天庭秉持天道之意，掌管洪荒，小神更得陛下所授先斩后奏之权。须菩提公然支持残害众生的不朽神国，小神下令通缉此等歹人，何错之有？还是说，真提圣人认为，天道定下的罪责是子虚乌有？那日现身之人，你未验明其正身，如何知他便是须菩提？实不相瞒，当时小神道心内出现一缕缕道韵，各位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竟是小神的老师，天地间最强圣人给小神的提醒。那道韵凝成了5个大字：此子正是须菩提。这分明是7个字。真提圣人刚才还说天道任下的罪责是子虚乌有，小神就不能说75？你若真提圣人觉得我在说谎，可去太清观质问。罢了，此事西方自会给天庭一个交代。不过，诸位可知，12品业火红莲，这真提又想搞什么鬼？自是知晓，此乃修罗族先祖冥河老祖之物。昔年，冥河老祖欲以杀正道，手持阿鼻、圆图2把利刃，在洪荒内四处残害生灵，为天道所不容。后幸有玄都失职及大德后土联手，又有天罚司机，这才将其击毙。不过，冥河老祖死前留有后手，他自斩12品业火红莲，并将4枚红莲莲子散入洪荒，以待来日。若莲子在血海生根，吸取足够多的业障，凝成12品业火红莲，冥河老祖便可复生。真提圣人今日提起此事，莫非贫道手中恰有1枚？这枚莲子今日散去了灵力，意味着其余莲子中有1枚即将成熟。你讲的不错，就是一个红利的例子。涂前辈，您见过？那何止是见过呀！大徒弟领着咱俩跟冥河那老小子干仗的时候，你还指不定搁哪干猫着呢。这枚莲子，就是文静此前所说的西仿教用以牵制修罗族之物。红莲现世，必将生灵涂炭，望天庭早日出兵血海，将它毁去。真提会这么好心来提醒天庭，总感觉不太对劲啊！你不去，我不去，总会有人去。说不去就不去，能去也不去。
好累，想躺平。去。为了正义。对了，听闻有一枚莲子在通天师兄手中，如今大劫来临，截教业障缠身，却无镇压教运之宝。阐教众弟子听令，务必夺得红莲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截教众弟子听令，务必夺得红莲，如有贻误战机者，定斩不饶。是。